钱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常被看作世俗之物，似乎谈钱就俗气，求财就低贱。这种看法其实偏离了中道。佛经有云：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，这些七宝被列为净土世界的庄严具。极乐世界的黄金铺地，不是鼓励众生贪财，而是表明财富本身并无善恶，关键在于拥有财富的人如何使用。钱确实有灵性，这个灵性不是指钱会思考，而是说钱财的流向遵循着一定的规律，顺应这个规律的人，钱财自然汇聚；违背这个规律的人，再努力也难以积累财富。这个规律就是频率。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，万物都是能量的振动，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振动频率。钱财也有它的频率，人的心念也有频率。当一个人的心念频率与钱财的频率相应时，钱财就会主动靠近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很朴素的道理。一个吝啬刻薄的人，别人不愿意与他合作，生意自然做不成；一个慷慨厚道的人，别人喜欢与他来往，机会自然找上门。心念改变了，外在的境遇就改变了。那么钱财的频率到底是什么？佛经在布施波罗蜜中讲得很清楚，财富的因是布施，财富的果是富足。想要获得钱财，必须先学会给予，这是钱财的第一条灵性法则。很多人觉得这个道理说不通，我本来就没钱，拿什么去布施？等我有了钱再布施吧。这种想法恰恰颠倒了因果，不是因为有钱才布施，而是因为布施才有钱。布施不在于金额的大小，而在于心念的纯净。1块钱真诚的布施，胜过1万块钱傲慢的捐赠。布施的频率就是富足的频率。一个人愿意给出，说明他内心觉得自己拥有；一个人紧紧抓住不放，说明他内心觉得自己匮乏。内心匮乏的人吸引匮乏，内心富足的人吸引富足。这就是为什么越穷的人越难翻身，因为他们心里总是想着不够不够，这种匮乏的频率让钱财远离。而那些已经富有的人反而越给越多，因为他们的心是敞开的，是流动的。这种开放与流动的频率与钱财相应。调整频率的第一步是改变对钱财的态度，把恐惧换成感恩，把吝啬换成慷慨，把抱怨换成接受。每天清晨醒来，感恩自己还活着，感恩自己有能力工作，感恩自己有机会赚钱。这份感恩的心就是高频的震动。很多人在赚钱的过程中充满了怨气，觉得老板苛刻，觉得客户刁难，觉得社会不公。这种怨气是低频的震动，会把钱财推开。佛经有云：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心念的力量不可思议，调整心念就是调整命运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调整频率的第二个方法是培养知足的心。知足不是懒惰，不是不上进，知足是对已经拥有的感到满足，同时继续努力。很多人永远觉得不够，赚了1万想10万，赚了10万想100万，赚了100万想1000万。这种永不满足的心其实是匮乏感的另一种表现。表面上是在追求更多，本质上是在逃避不够的恐惧。这种恐惧的频率让钱财无法安住。钱财喜欢稳定而开放的心，不喜欢焦虑而封闭的心。佛经有云：知足之人，虽卧地上，犹为安乐；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，亦不称意。知足是一种富足的心态。一个知足的人，内心是满的，不是空的。内心满了，自然就会向外流动。向外流动就是布施，布施就会感召更多的财富。这个循环是自然的，不需要刻意强求。有些人为了求财而布施，把布施当成交易，今天布施100块，希望明天赚回1000块。这种心态还是匮乏的，频率不对。真正的布施不求回报，而回报自然跟随。
调整频率的第3个方法是去除嫉妒心。看到别人赚钱，看到别人发财，心里不舒服。这种嫉妒心是低频的震动。嫉妒的本质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觉得别人的成功衬托了自己的失败。这种心态会把钱财推得更远。正确的态度是随喜，看到别人赚钱，真心为他高兴。别人的成功证明了这个世界是有机会的，今天别人能成功，明天自己也能。随喜的心频率很高，能够打开财富的大门。华严经中普贤菩萨10大愿王有一愿叫做随喜功德。随喜的功德甚至不亚于亲自去做。别人布施100万，你真心随喜，得到的福报与布施者一样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心念的力量。嫉妒让心缩小，随喜让心扩大。心量越大，能够承载的财富就越多。很多人赚不到大钱，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心量太小，一点钱就装不下了，心就开始焦虑，开始计较，开始患得患失。这样的心无法承载更大的财富。调整频率的第4个方法是去除傲慢心。有钱之后不要看不起穷人，不要炫耀，不要贬低他人。傲慢的心会让人失去财富。佛经记载了许多因为傲慢而失去福报的例子。傲慢让人变得迟钝，看不清形势，听不进劝告。傲慢也会招来别人的反感与嫉妒，树敌众多。真正的富人往往很低调，因为他们知道财富如水，能来也能去。保持谦卑的心，财富才能长久。调整频率的第5个方法是培养勤劳的习惯。懒惰的人不可能富有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佛经鼓励众生精进，精进是善法之母。任何成就都需要努力，财富也不例外。勤劳不是盲目的忙碌，而是有方向的努力。找到自己的长处，找到社会的需要，然后全力以赴。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正念，不伤害他人，不损害道德。这样的勤劳频率很高，自然会感召财富。有些人想走捷径，想不劳而获。赌博、投机、欺骗，这些手段即使赚到钱也无法长久，因为这些行为的频率与财富的频率完全相反。财富喜欢诚实，喜欢正直，喜欢付出。欺骗和投机是低频的震动，或许一时有效，长期来看必然失去。佛经强调正命，就是以正当的方式谋生。职业的选择直接影响频率。杀生业、偷盗业、邪淫业、妄语业，这些行业的频率太低，无法承载真正的财富。调整频率的第6个方法是培养感恩的心。感恩是最高的频率之一。感恩父母，感恩师长，感恩社会，感恩客户，感恩一切帮助过自己的人。每天花几分钟真心感恩，这份感恩的能量会吸引更多的善缘。很多人不懂得感恩，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。这种想法切断了与外在世界的连结。没有父母的养育，没有老师的教导，没有社会的环境，没有客户的信任，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。感恩让人保持谦卑，保持开放，保持接收的状态。佛经有云：上报4重恩，下济3途苦。4重恩是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土恩、三宝恩。懂得报恩的人，福报自然增长；不懂得报恩的人，福报很快就会耗尽。钱财也是一样，懂得感恩钱财的人，钱财会留下来；不懂得感恩的人，钱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很多人中彩票后几年就破产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感恩的心，没有承载大额财富的能力。调整频率的第7个方法是放下对钱财的执着。这一点最微妙也最重要。执着什么就被什么束缚，执着钱财就被钱财束缚，整天担心失去，整天算计得失。这种紧张焦虑的频率恰恰让钱财远离。真正与钱财频率相应的人是轻松自在的，他们不执着钱财，但认真对待钱财。该赚的时候努力赚，该花的时候大方花，
该给的时候慷慨给，心中没有挂碍，钱财反而自动聚集。金刚经讲到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所住就是不执着，对钱财不执着，钱财反而来，执着反而跑。这个道理很多人想不通，其实很简单，一个轻松自在的人让人喜欢，一个紧张焦虑的人让人远离。钱财也是一样，他喜欢轻松自在的主人。一个整天愁眉苦脸守财的人，钱财待在那里也觉得不舒服。调整频率的具体方法可以从每天的小事做起。每天清晨醒来，先调整呼吸，让心平静下来，然后默念3遍，我愿意成为富足的通道，我愿意分享我的财富，我愿意用财富利益众生。这份意愿就是频率的开关，打开开关，钱财的流动就开始了。有些人觉得这样做很可笑，但心念的力量确实存在。试试看，坚持1个月，会发现微妙的变化。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花钱的举动都是调整频率的机会。付钱的时候不要带着舍不得的心态，而要带着感恩的心。感恩对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，感恩自己有能力支付，感恩这笔交易让双方受益。同样的付钱行为，频率完全不同。舍不得的付钱让钱财远离，感恩的付钱让钱财靠近。佛经讲万法唯心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花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心念不同，结果就不同。收钱的时候也要调整频率。收到工资，收到货款，收到红包，不要只是机械的收下，停下来感恩，感恩这份收入，感恩付出得到回报，感恩对方的信任。这份感恩会让下一笔钱来得更顺畅。很多人收钱时毫无感觉，好像理所当然。理所当然的心态切断了感恩的能量，钱会慢慢变少。不是钱真的变少了，而是吸引钱的能力变弱了。布施是调整频率最快的方法。布施不一定要很多钱，从力所能及的开始。每天存下1块钱或几块钱，月底把这笔钱布施给需要的人。关键不是金额，而是持续的善念。每天1块钱，1个月30块，这份持续的善念力量很大，频率就在这持续的善念中慢慢调整过来了。等到心量扩大了，自然会有更大的布施能力，自然会有更多的财富进来。除了金钱的布施，还有其他的布施方式。给人一个微笑，这是言施；说一句鼓励的话，这是言施；给人让个座位，帮人提个重物，这是身施。这些布施不需要花钱，同样能够调整频率。心量打开了，频率提升了，钱财自然会来。很多人只盯着钱布施，忽略了其他布施，这是可惜的。佛经讲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3种，3种布施都能调整频率，都能积累福报。最后要强调一点，调整频率不是为了求财，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一个慷慨的人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一个知足的人，一个勤劳的人，这样的人本来就应该富有。财富只是他内在品质的外在显化。如果把调整频率当成求财的手段，频率反而调不对，因为求财本身就是匮乏的频率。真正对的心态是提升自己，财富自然跟随。就像花开蝴蝶来，不需要去追蝴蝶，只需要把花开好。希望每一位善知识都能调整到富足的频率，不是追求更多的钱财，而是成为配得上钱财的人。当一个人内心富足，外在的富足会自动显现。这是宇宙的法则，也是佛法的智慧。从今天开始，从感恩开始，从布施开始，从知足开始，慢慢调整，慢慢变化，钱财会主动找上门来。如果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愿所有众生都能富足安乐，愿所有财富都能用来利益众生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
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